我肉中的肉，骨中的骨，是朕生之母。Hello， 欢迎收听。今天我们俩呢要跟你一块来琢磨一份挺有意思的材料，说的是历代至上的开头，你可能一翻开就头大了。第一章、第二章全是人名，密密麻麻的，感觉就跟读电话本似的。你可能就想，这有什么好聊的呀？但我们手头这分析资料说啊，这名单里啊可藏着大问呢。所以咱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和你一块儿把这些名字背后的故事给它挖出来。没错，而且你一旦跟着这份资料的思路看下去，你就会发现它根本不是一锅乱炖。作者把这个长城的家谱分成了7个部分，非常巧妙。这个结构本身其实就在讲一个故事。你想想看，它就像一个电影镜头。哦，电影镜头。对，一开始是个大广角，对准全人类的始祖亚当，然后镜头慢慢地推进，越过一场大洪水，聚焦到一个大陆、一个民族，最后卡定格在以色列的12个儿子身上。整个过程它本身就是一个关于拣选的宏大叙事。哎，这个电影镜头的比喻我喜欢，一下子就有画面感了。那行，咱们就跟着这个镜头从第一部分开始看，从亚当到挪亚。家谱的起点是亚当，这很正常。但我第一个注意到的事儿是，有2个关键人物被跳过了。亚当的头2个儿子该隐和亚伯，一个字没提，直接就跳到了赛特，这感觉不太对劲儿啊。为什么呢？这是个非常棒的观察点，也是理解整个家谱的钥匙。这份资料就分析说啊，作者这么做是有个很明确的目的的。什么目的？因为他要追溯的是未来大卫王的血脉，而这条线就是从赛特这儿延续下来的。所以从叙事角度看，该隐和亚伯的故事线在这里就算是支线了，就被剪掉了。对，就被剪掉了。而且赛特的出现本身意义就很大。你想，亚伯被杀了，这个家看似没希望了，但上帝赐下了赛特，这就代表着恩典和应许还在延续。原来如此，所以这是一个经过精心剪辑的版本，只保留了主线剧情。有意思。而且资料里还提到，这些早期祖先的名字本身就挺有说法的，比如亚当就是人的意思。对，而几代之后的挪亚呢，意思是安息。你看，从人到安息，这中间隔了好几代人，充满了各种挣扎和败坏，但最终指向了一个关于安息和救赎的盼望。而且这还不是全部，你往下看，挪亚的爷爷马图撒拉，资料里特别提了一句，他是圣经里最长寿的人。哦，这个我知道，活了969岁。969岁，我的天哪，这数字太夸张了，活将近1000年是什么概念呢？所以说，这些看似简单的名字，每一个背后都可能藏着一个惊人的事实，或者一个很深的寓意。它根本就不是一份户口簿，对吧？完全正确。这个开篇就是在给你定一个基调，注意听，接下来我要讲的每一个字都不是废话。好，那我们继续跟着镜头走。洪水之后，世界等于重启了。挪亚的3个儿子闪、含、雅弗，他们的后代开始遍布世界，这就来到了第2部分了。这里就像是展开了一幅古代的世界地图。是的，这里就是一个宏观的视角了。资料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梳理。雅弗的后代呢，大致往北和往西走，形成了今天欧洲的那些民族。含的后代呢，主要分布在非洲和中东，比如埃及、迦南这些。而闪的后代就是我们这条主线，主要就在中东和亚洲地区。而且这份资料还指出了一个写作技巧，就是作者常常会把一个谱系里最重要或者说最有故事的人物放在那段叙述的最后面，起到一个压轴和强调的作用。说到有故事的人物，我顺着含的后代名单看下去，一连串的名字都很普通，但突然有一个名字跳了出来，叫宁禄。宁禄，对，资料里给他的头衔是世上英雄之首，这画风突变呢。前面都是谁生了谁，到他这儿突然给了个英雄称号，这家伙什么来头？宁禄的出现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资料分析说，他的出现代表着人类社会开始崇尚强权、武力和个人英雄主义。他不再只是一个家族的延续，他是一个开创者，一个征服者，靠自己的力量建立王国。而且最让人震惊的是他的地理位置。哦，他去了哪里？
资料提到，他的后裔虽然说是起源于阿非洲，但他却一路远征到了美索不达米尔平原，在示拿地，也就是巴比伦附近，建立了城市，包括巴别、尼尼微这些后来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城。等一下，巴比伦，你是说后来那个灭亡和犹大国的巴比伦帝国？所以这份分析是在说，毁灭以色列的力量，它的种子竟然在几百年前，在以色列这个民族还没成型的时候，对，就已经由韩的这个叫宁禄的后代给种下了。就是这个意思。这个伏笔埋得实在是太深了。这就像一盘宏大的历史棋局，在开局的第7、8步就已经埋下了几百年后决定胜负的关键棋子。这还没完，你再看韩的另一个儿子迦南，他的后代名单里直接就点出了耶布斯人、亚摩利人这些名字。这些名字我熟，这不就是后来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时要征服和驱逐的那些部族吗？没错，完全正确。所以你看，在讲以色列的家谱之前，作者先不动声色地把他们未来的2个主要敌人，一个是在外部代表帝国强权的宁禄后裔，一个是在内部盘踞在应许之地的迦南7族，全都给你交代清楚了。整个历史舞台的背景就这样打起来了。哇，这太厉害了！这哪是家谱，这简直就是一份未来几百年的战略预告啊！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在闪的后代里有个叫法勒的，资料说他出生的时候人就分地居住，这又是什么典故？这里面又藏着一个故事。资料解释，法勒这个名字的希伯来语意思就是分开，这对应的就是著名的巴别塔事件。因为人类的骄傲，上帝变乱了他们的语言，把他们分散到世界各地。所以你看，一个名字就浓缩了一段影响全人类历史的重大事件。明白了。所以在全世界的民族都分开之后，这个故事的镜头就要再次收窄了，聚焦到其中一个特定的分支上。这就到了第3部分，从闪到亚伯拉罕。是的，镜头又开始推进了，从闪开始，经过好几代人，最终定格在了一个我们都无比熟悉的名字上——亚伯兰，也就是后来的亚伯拉罕。这是整个旧约历史乃至整个近东历史的核心转折点。资料里特别强调了他名字的改变，从亚伯兰到亚伯拉罕。被高举的父，这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家族尊称，但上帝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意思是多国之父。这不再是一个家族的祝福了，而是一个关乎全世界的应许。这个改名本身就是上帝与人立约的标志。从此，亚伯拉罕就不再仅仅是他自己，他成为了信心之父。他的人生轨迹将影响未来世界上无数的民族。所以，到了亚伯拉罕这里，故事的主角才算真正登场。那接下来第4部分，自然就是他的后代了。这里我们知道，他有2个非常有名的儿子，以撒和以实玛利，这也是历史上2条非常不同道路的开端。没错，这份家谱很清晰地把这2条线都列了出来。以实玛利的后代，资料指出，他们成为了阿拉伯民族的祖先，形成了12个族长。而以撒则是那个应许之子，继承了信仰的传承。但同时呢，家谱也没有忽略亚伯拉罕后来娶的妾基土拉所生的子孙，他们也繁衍出好几个民族。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亚伯拉罕的影响力是巨大的，他的血脉就像一棵大树，开枝散叶，深刻地影响了整个中东地区的民族格局。虽然应许的主线是通过以撒来传递的，但上帝的祝福和看顾同样也临到了他的其他子孙。好了，那主线继续往下走。以撒生了2个儿子，双胞胎，以扫和雅各。我们都知道，雅各后来改名叫以色列，是故事的主角。但是接下来第5和第6部分，出现了一个让我感觉非常反常的地方。这份资料花了巨量的篇幅，去详细记录那个配角哥哥以扫的后代，甚至把移动地在以色列有君王之前的历代国王名单一个一个全列出来了。为什么？为什么要给一个失去了长子名分的失败者这么多的笔墨？问题问得太好了，这恰恰是这份家谱最深刻也最容易被忽略的地方。
资料的解读是，这正是在告诉我们，上帝的计划和恩典远远超出了我们狭隘的主角光环思维。虽然失去了长子名分，但在上帝的旨意中，他的后代也就是以东人，同样蒙受了祝福，成为了一个强大的有完整国家体制的民族。上帝的故事里没有绝对的配角。这个观点很有意思。等于说，上帝的祝福并不是一个零和游戏，不是说雅各得到了，以撒就什么都没有了。正是如此，而且这里面还藏着另一个历史的伏笔。在以扫的孙辈名单里，你仔细看，有一个名字叫亚玛利。亚玛利，这名字听着好耳熟。哎，等一下，我想起来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在旷野里遇到的第一个攻击他们的敌人，不就是亚玛利人吗？完全正确。这份分析就指出了这个惊人的联系，兄弟之间的那点嫌隙和纷争，在几代人之后发酵成了两个民族之间根深蒂固的仇恨。这个仇恨的种子早就在这个家谱里埋下了。哇，这么说来，详细记录以东诸王的名单也不是随便写的了。当然不是，你想想这个对比有多强烈。当以色列民族还只是在埃及为奴，或者说还只是在旷野里漂泊的一群众的时候，他们的兄弟民族以东早已经有了成熟的国家，有国王，有公爵，社会结构非常完善。这不仅是向后来的以色列读者展示他们未来将要面对的地缘政治挑战有多严峻，明白了，更是在展示历史的舞台上从来都不是只有一个演员。在上帝的宏大计划中，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时间表和角色。我明白了，在讲主角的故事之前，先花足够的时间把他的邻居、他的对手塑造得有血有肉，这样整个故事才更有张力。好了，在详细介绍了周边环境之后，这个电影镜头总算推到了最终的目的。第7部分，以色列的后代。是的，经过了漫长的追溯，从全人类的始祖跨越千年，我们终于来到了这个叙事的焦点——以色列的12个儿子：流便、西缅、利未、犹大。这些名字就是后来以色列12支派的始祖，他们共同构成了上帝的选民。资料里也提到，在圣经不同的地方，这12个名字的排列顺序会有点不一样。对，但这通常和作者当时的写作意图有关。比如，有时会把利亚的儿子们放在前面，有时会突出犹大和利未，因为一个出了君王，一个出了祭司。但核心信息是一致的。这12个支派，每一个都有自己独特的角色和使命，他们共同组成了上帝的子民，缺一不可。好了，我们和你一起从亚当一路走到了以色列的12个儿子。这趟旅程走下来，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这真的不只是一串名字。那么，把这一切串起来，他到底想告诉我们什么？我想，这份资料最终想揭示的是一个宏大的历史框架，让我们看到上帝是如何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一步一步实现他的计划的。这个焦点不断收窄的过程，从全人类到一个民族，再到一个家庭，本身就在讲述一个关于拣选和使命的故事。从亚当的堕落到挪亚方舟的安息，再到亚伯拉罕的立约，最后到12支派的形成，每一个名字，每一个转折，都在见证上帝的信实从未改变。即使在人的失败、背叛和仇恨中，他的故事线依然在坚定地向前推进。所以，我们看这份家谱，其实也是在看我们自己故事的序章。这份资料的最后也提到了这一点，说我们可以从中得到启发，去思考我们自己在生活中的位置和使命。没错，他鼓励我们把自己的视野拉高，看到我们每一个人其实也都处在一个更宏大的故事之中。那么，今天我们想留给你思考的，也正是这个问题。如果让你把自己的家族故事、你的家谱也这样梳理一遍，不仅是罗列名字，而是去寻找那些关键的转折点，那些反复出现的主题，那些被传承下来的精神，它会揭示一个怎样更宏大的故事，或者说一个正在你身上延续的使命呢？